他们的爱情道路上碰到了怎样的坎坷？我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，在感情上受到很大的创伤，想在未来的路上找到一个可靠的男人。在这个时候，我遇到了强哥，在我最痛苦、最无助的时候，他鼓励我、支持我。本来以为他就是那一个我值得依靠的人，可是我错了，他对我的不是爱，是利用。也知道怎么回事，直到凌晨打，就直接给我说他准备让我们两个分手，有什么原因直接给我说，只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，我都可以接受。我不是在利用你，而是真的在爱你。这是这对主人公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，男方做出的一个内心的表白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情侣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强子33岁，来自重庆，自主创业；女主人公小梦30岁，也来自重庆。她跟强子是公司的同事，也是自主创业。有请两位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本来就没有什么事儿啊，本来你认为就没什么事儿是吧？嗯，我是今天我在这里来，我不是给他解决什么事儿了，我就是跟他两个分手的。我不想和一个这样没有责任感、不跟我承诺任何一件事情的一个男人说话。你把这个过程说给我们听听，他怎么了？我从小很苦，爸爸妈妈离婚，离婚之后爸爸就不知去向。我妈妈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我没办法，我只有跟着我奶奶。那时候我奶奶工资只有几十块钱，都要带着我，还要供我读书。我在学校，同学、老师都瞧不起我，说我是没有爸爸、没有妈妈的孩子，在生活中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。都是我奶奶给我亲手补的，或者是捡人家的衣服穿。对不起，我说提到我奶奶，我真的很激动。没关系。然后我就觉得，我应该靠自己的努力，靠自己去打拼，给我奶奶更好的生活环境。05年的时候，认识了强哥，他就在我旁边一个柜台，很热情。我们从此成为了好朋友。可当时真的没什么关系，因为我结了婚。直到08年，我前夫嘛，看见他自己一个朋友在外地有一个很好的项目，他要去发展，他不想要这段婚姻。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俩离婚。当时我痛苦的没办法，就一天就在家里上网，就在网上就看见了强哥，我忍不住我就把我那个事情就跟他说了。说了之后，他一直在鼓励我，跟我说叫我到他们那个单位去上班。我去了之后，发现我这个行业我们可以自己做。做这些项目的过程中，发现我们有了很多默契。这不挺好吗？那是之前，之后呢？他做了什么？看见我在外面人说会道，又会喝酒，就叫我自己去应酬。我叫他去，他说他不会喝酒。你知道啊，我本来酒量不行。其实我根本就不是想叫你去喝酒，我只是想找一个人在旁边关心我。而且你也知道，像那些开发商的那些老板嘛，喝了一点酒，有可能就会对人动手动脚，对吧？有一个异性在旁边，也许他会收敛一点。你根本就不知道，作为一个男人，看着自己的女人被其他的男人这样，那你就其实我心里面挺难受的，但是又要为了事业。那你可以不叫我去啊，你可以随便找一个人去啊，你这就是在利用我嘛。外面需要花钱的，我是不用花钱的，而且还可以给你挣钱回来。之前我们都说过了，是一起奋斗，本来这也是你的强项。是吗？你听到了，他这是我的强项，他就是利用我的这些强项。除了这个事儿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这公司钱也是我投资的，业务也是我跑的，关系也是我维护的，找新的客源也是我，他根本什么都不做，法人就是他的名字，他妈妈需要缴养老保险嘛，
他在这里拿钱，他弟弟需要什么结婚也在这里拿钱，我从来没有用过公款1分钱给我奶奶什么的。按你的说法，他把公司的很多钱都挪走了。就是这个意思。他要是有一天把我踢了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像我过年的时候，奶奶叫我们回家吃饭嘛，我奶奶就问他说强子啊，你给杨梦什么时候承诺给她一个幸福？他什么话都没跟我奶奶说，还耍脾气。他知道我很疼我奶奶，我是提到我奶奶我就会伤心会流泪，我在外面再累再哭我不会哭，我不会掉眼泪。我只要提到我奶奶，我就会很激动，很激动。等于你奶奶问他说：“强子，什么时候你娶我孙女儿是吧？”是啊，他没说话。他没说话。他怎么耍的脾气呢？晚一扔就走了。其实我也给他说过，晚一点再解决奶奶的事情。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，他说我是他朋友；第二次是合作伙伴，发展到现在了，是什么关系？你觉得没名分是吧？是啊。这些联系起来，他还不在利用我吗？其实你也知道，现在像我们这个岁数的母亲啊，他们都比较传统。他觉得一个女人离过1次婚，然后我再找她的话，他觉得你不要解释了好不好？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去跟他妈妈说，不是这次上这个节目，他不会跟他妈说，现在都不会说。这是谁啊？对，您可以说2句。我不赞成他跟小梦2个耍朋友。小梦是离了婚的，我们强强还没有耍过朋友。第二就是平时他为啥子要到外头喝酒、打牌？不是帮你儿子拉生意吗？那生意半夜不落伍，你晓得噻？娘娘，我觉得你说话太过分了，是你强把我逼到那点去的。因为我们那个都是传统的家庭，我希望我的儿子找个贤惠的媳妇儿，我都是不喜欢的。明白了，都听明白了啊。强哥，既然你妈的态度也很明确了，我觉得真的我们就好说好散吧，没这必要这样耗下去了。分手还有什么条件吗？我没什么条件，我只想把我的付出的，我们公司上的一些东西该分就分清楚了。我真的很累，一个女人，我奶奶这边我需要给她幸福，我婚姻也不美满，然后你还来利用我，你到底我真的伤不起啊。我懂了，我现在懂了，真的懂了。我之前我也给你承诺过的，我希望你真的给我一点时间。如果你爱我，你就给我一点时间。我等不起。我把家里面的事情处理好，而且把事业上。等你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，公司都被你掏空了，我还等什么啊等？这到底是解决一段爱情的问题呢，还是要解决所谓在公司运营过程当中的权益问题呢？我们来听听专家的看法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先从杨梦开始说起，因为从我的角度呢，特别关注她成长的环境，因为她确实从小呢就跟奶奶长大，在一次失败的婚姻当中呢，也让她愈发感觉到她需要找一个靠山或者依靠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一开始前期的奋斗让她似乎找到了一点希望，但后来发现强哥变得什么也不干了，让她看到了破灭。所以呢，对于杨梦，她觉得心里不踏实，没有安全感。强哥一直口口声声说非常爱杨梦，也包括杨梦在说，在奶奶面前一直没有个承诺。那么在做节目之前呢，我知道编导手里有几张杨梦跟奶奶的合影，我不知道编导可不可以把它放出来。不是他爱你，是你爱他。在我这里看来，你的诚意不够。行吧，张老师做制片的啊，制片是管钱的啊。你怎么看这个行为？我觉得，首先你们俩在合作之前没有建立那个感情，就是谈那个朋友这个关系。那么你俩在合作的时候肯定有一个基础的协议，不管是口头协议也好，还是纸上协议也好，肯定有个合作协议。
公司建立之初的时候有口头协议或者基础的框架协议吗？有口头协议。口头协议是什么？就反正如果分找的钱，反正就是一人的平分。但是如果公司盈利之后平分利润。但是之前在还没有壮大的时候，把钱放在一起。其实啊，他俩真的不是感情的事情，就是在经济基础上产生分歧，而让你产生了不信任。然后你会对这段感情有质疑，那么这个事情，我觉得你先解决的应该是经济问题，经济问题解决清楚以后，然后再考虑感情问题。我凭我女人的感觉啊，我觉得这小伙子没有给这个女孩子带来一种安全感。他可能本身觉得你没有结过婚，他已经离异过一次，而且这个女孩呢又有特殊的一个成长背景，她可能比别的女孩子更需要爱。他希望你给他一种承诺，这个承诺实际上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女孩子缺乏的一种安全感。不是说我不给承诺，因为实际上我的家庭跟他的差不多。我之前也说过，因为我母亲她本来就是差不多我4岁的时候，他们离异了。从小我妈她就为了我，然后一个人打2、3份工。其实在我看来，这两者之间有别于一般的两情相悦的爱情，他们更像同病相怜的志同道合。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命运，所以他们有了相同的责任，最后有了共同的事业。但是更多的，他们还是一种拍档的关系，并不是情人的关系。拍档可以一拍即合，也可以一拍两散，而情人一旦相守，便是生生世世。我说的是吗，男嘉宾？你认为呢？你爱他吗？我爱他。好，明天开始把公司的所有人的名字写给他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你愿意把公司的所有人写他所有的财产都归于他名下，你愿意是吗？不是归于他名下，归于他管。女方，你爱过他吗？你认为你们之间是恋人关系还是合作关系？恋人。是恋人关系，你就不要计较那么多喽。但是我付出这么多，我凭什么就？所以说你的爱还是有保留的嘛。你们俩之间合作的关系远远超过于你们之间恋人的关系，你们的爱都是有保留的。我坦率的来说，我今天看到的是一个悲剧，两个人都是非常孝顺。等一下，你先我说完再说好吗？我还没说完呢。好，我改。就你刚才这样说，我把人写你的名字，然后钱都给你，我1分钱不要。妈妈不干了啊！我们强强不是很辛苦一天那么打拼下来。你接下来我是打拼下来的。亮亮，我跟你说嘛，你看都没看到，你其实全部是我在做。你不晓得，他一天在外头喝酒、划拳、吃烟那些，那个是要应酬，是最看不起的。但是你们强强把我逼上去的。我们还是要穷得硬走噻。那你喊你强强跟我分了噻，喊他个人去做噻，你看他能做到啥子名堂嘛？他没认识你的时候还不是一样的？你晓得的呀。接下来就是我刚才要说到的，两个人都是孝顺的人，为什么走在一起不能成为成功的恋人，更不能成为互相信任的合作者呢？男嘉宾其实本身他并不是说一定要利用女方，他如果是那样一个偷奸耍滑的人，刚才面对奶奶，他完全可以说做出承诺，他完全可以说假话。他恰恰是一个没有主见、很软弱，同时又过于孝顺的人，所以才听了家人的意见，所以才导致他今天做出的一些表象，似乎是对你不爱了。而另外，我还想对母亲所说的一点是：你也是个离异的女人，你为什么在意那别人有婚史呢？女人何苦难为女人呢？你也是个离异的女人，你为什么不能理解另外一个离异女人的痛苦呢？你为什么要那么在乎呢？关键是他一天不落伍。他不落伍，是你儿子不行啊，他拉不来生意啊，人家辛辛苦苦烂生意，你还要说别人，对方晓不晓得？我还是希望我的儿子幸福，我不希望他一天都是那一天。你的孩子也是孩子，人家的孩子也是孩子啊。亮亮，我想跟你说一句话。那你说嘛？我是从看到第一天起，我当的是我的妈妈。强强说还要给你买保险，我二话没说，我立即去，我把卡甩给他。因为我从小没母亲，我看到你对他好，就想看到我对我的好。我不晓得你是那个对我看我的。我一看到起你伤我们的儿子的时候，我从来都没有伤过他。是啷个过的？你要把我气死！我这里2个娃儿呢，经常在吵。妈，我错了。你看看，当你们吵到最激烈的时候，3个人都会落泪。你们都是因为爱对方爱得太过于深切，所以才忽视了另外一方的感受。母亲太爱儿子，所以就忽视了这个儿媳妇的感受。
是吧？儿媳妇更多的情况之下，她更多考虑自己的问题，也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。三个都是，就非常善良的人走到一块儿，为什么就不和谐了呢？因为有的时候爱太过于自私的时候，你就会忽视别人的爱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以前也是特辛苦，一天打几份工，而且身体也不好，照样的把强强养大。因为我都希望我他呀都说幸福，因为我看他过得不幸福啊，等于是说啷个的，两个经常争吵的话，我都心头很难过。幸福的标准不一样吧？阿姨，既然你都弄了，可以把强强打几份，我们把他带大。我同样可以像你一样的给强强幸福。那你为啥子觉得我都这个离过婚的人都不如他幸福？我觉得强哥这个时候你需要做一下你自己的选择。你说了你很爱这个女人，一个是你自己的母亲很爱。那么说在这两个女人在争吵的时候，我在看你掉眼泪，你这个状态只能让他俩越来越争吵的厉害。你能不能做一个抉择？本来我觉得夹在婆媳之间的什么事情，只有在电视上看见，没有想到我自己也会夹在中间。其实这种感觉很难受。强子妈妈已经说了，小梦，你今天带来的是谁？表哥。表哥哈，强子的表哥啊。他们两个一路走来也是非常的艰辛，实际上我也很看好他们那份情感。哎，小编，我本来是不要你来的，今儿走起来，你啷个弄我说哎，都是一家人。不是因为啷个说呀？对于我来说呀，我对他们要了解得多。本来公司嘛也是他创办起来的噻，又不是他现在，又不是小梦来了才办的。不善良很多时候你要给他们一些空间和。好了。来，你们把事儿说清楚吧，打算怎么办吧？这事儿。现在他不出去做事了，他也别出去做事了。妈妈不是嫌他出去又抽烟又喝酒的，对吧？从今天开始，他就在家里面。公司一个人自己能打理吗？不用他帮忙，自己行吗？找其他人合作行吗？行还是不行？给个敞亮话。不行。除了他除了是我的好搭档，也是我爱的人。我觉得我跟他的默契，其他任何人都。又不行，他还得在公司里混，公司业务还是离不开人家，是吧？是。听明白了吗，当妈的？公司业务离不开他，接着再问嘛。你觉得你们俩的感情能娶她吗？能娶，我先要把我妈说服完。你看还是不娶吗？他如果现在1分钱没有，他就踏踏实实一心一意的对你好，你嫁不嫁给他？嫁。完了吗？这事儿不是看得很清楚了吗？已经。哇。啥子噻？你说噻。我正儿八经是真心喜欢他，他有啥子不对的，我先向你赔个不是的。但是我晓得啊。你放心嘛，我们绝对会好生的过日子，那个你放心，而且我们也会对你尽孝道，他也是一个孝敬的。反正我晓得你是重庆出了名的耙耳朵，跟你说。只要等于说那个小梦那个个性那么强，要过一辈子，你要想一下喽，那不是一时一会儿的事情喽。你放心嘛，放心。妈妈刚才说的是重庆出名的耙耳朵，就是怕老婆啊。他嫌小梦的太强势了。好了，话说到这儿，其实很多事情才真的就见了底了。接下来是你们自己互相对对方说话的时候了。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其实我之前我们
一切都奉献给他们。好，那就祝福他们吧。你的祝福对他们有极大的力量。两位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这人为什么非要到这个时候，图穷匕见的时候才觉得珍惜呢？好好沟通也能沟通的好吧？妈妈到了最后还是妥协了啊！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觉得这样一对既是拍档又是恋人的人，他们能够走入婚姻吗？来，各位请选择。现场有71.43%的观众朋友觉得，哎，还是祝福他们应该订婚啊！来，一起数5个数，看看年轻人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公司的法人还转吗？我问他呢，没问你。他愿意转就转，不愿意转。哎，你看有爱什么都好办是吧？姑娘说的多好，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来有请。感谢千金东尼佩奇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饰啊。在这里要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的订婚嘉宾提供的订婚套装件。想好怎么求婚了吗？其实我一直都想好了。哦，你其实一直，你还挺闷的，你这人哈，什么都想好了。你祝福一句，然后我让他们举行这个求婚仪式。妈妈祝你们永远幸福，但是前提是不要经常吵架。哦。互相之间不要理解，要和睦，知道吧？知道呀。鞠个躬，说句好听的。娘娘，其实我从小买妈妈的，我也想对我妈妈一样的去对你，你放心吧。对家庭和睦就多好啊！来，站在这儿，好开心了。各位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既幸福又神圣的时刻。我说的，你现在最喜欢的都是签合同、签单子。我也给你立了一份合同，是我认为是我们人生的合同。你如果签了那个合同，我可以履行一些职责，不管你生病、不开心，或者是很高兴，我都跟你一路去面对那些。从你签字的时候都可以履行了，我都是你的了。陈强，我教你说一句话，你不是做防雷击公司的吗？对不对？你就说如果我将来不对你好，我就遭雷击，就可以了。好，如果不对你好，我就天打雷劈。谁说他不会说话呀？挺会表达的。那你不是就把我找了一根避雷针吗？我就是你的避雷针。你答应了。亲一个。亲。拿着你们的套装礼盒回去吧，回家好好亲吧。恭喜你们，请回。等一下，我要感谢老师，不是他们我妈不会同意的。好好的啊，谢谢老师。我是避雷针。其实我最想感谢的是你，我说以前当娃儿的没有做好，没有孝顺。不说那些啊，看表现。